墨香铜臭坐牢，肖战争议不断，是耽美文化的反噬。耽美作家墨香铜臭，本名袁一梅。关于墨香铜臭入狱的消息，有10家左右的官媒报道过，但其粉丝并不愿意相信墨香铜臭是否真的入狱了呢？先看微博，墨香铜臭的最后一条博文停留在2019年的2月4日，也就是说，他有将近2年半没有通过网络发声了。没有通过网络写文的时间比这更早。据官媒报道的消息，笔名墨香铜臭的袁一梅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。我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分别搜索墨香铜臭和袁一梅，都显示了2条判决书，其中并没有墨香铜臭非法经营罪的信息，全是民事纠纷和著作侵权。但是其中一份判决书很明显的显示了以下2个关键信息：第一，墨香铜臭被刑拘是真的。这份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写道，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臭被刑拘，实体书在各平台无货或已下架。第二，墨香铜臭代表作魔道祖师被法院批评，法院认为魔道祖师在网络上传播是不宜的，当然并没有全面的封禁。魔道祖师不论是原著作品还是漫改、剧改，都被女粉捧红，剧改更是把肖战和王一博捧到顶流。其中不论是作者墨香铜臭还是肖战，都是一直争议不断、负面缠身的。对此，我想说的是，这其实是耽美文化的反噬。耽美作者就要改成兄弟情。关于贾宝玉和秦钟的恋爱隐情，曹雪芹写得非常隐晦，这里我不再详细分析。关键2点是：其一，这种感情占全书篇幅极少；其二是秦钟临死之前对于自己的乱来，还有曹雪芹写贾宝玉的词，都充满了浓浓的悔恨交加之感，所以他是批判的。那耽美文化是错了吗？就像男性的后宫文，它也是不符合当下的普世价值的。男人对耽美的反感，就像女人对后宫的反感，